可以先请教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 Georgia Tech 的职位吗？跟在做什么样的研究？我是林坤达，然后现在在乔治亚理工学院 Sam Nunn School， 我不知道怎么翻，纳恩国际事务学院当助理教授。然后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就是东亚安全议题，当然中国是最主要的行为者。那我最有兴趣的就是把中国的崛起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个案，然后运用我学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看中国的崛起跟其他国家的互动多少是符合国际关系理论跟我们讲的预测的发展。那有哪一些其实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案例来反省或者是修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那所以我大部分从事的研究跟著作都是跟这个大方向相关。因为我蛮好奇，我们都说 Georgia Tech， 可是我就是竟然可以在 Georgia Tech 里面看到这个国际事务有关的系所，是在这个系所，因为刚才楼下其实跟我们介绍一些这个系所的特色，所以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在 Georgia Tech 里面做国际政治关系，实际上它真的可以为美国的政治或者是任何的决策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我觉得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影响还蛮直接的哦。因为乔治亚理工学院其实是美国国防部一个很大的承包商。我们有一个 GTRI， 就是乔治亚理工学院研究机构嘛，反正就是 Georgia Tech Research Institute， 它是美国国防部很大的承包商。不瞒您说，台湾 F-16雷达的升级就是在这边做的。对，然后我还看过照片，然后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有很多时候能够参与到其中的一些计划，尤其是特别是美中关系紧张之后，这个竞争关系升级，我之前跟敏迪讲过，很多科技的进步不再是很中性的科技发展，因为这些科技变成可能被你潜在的敌人挪去做居民两用的科技，用来发展军事力量，然后结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影响，这就给我们学院创造了一个很独特的机会。现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很多工程科系，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航太，乔治亚理工的航太科系相当的大，还有核子都跟我们系有合作，共同推出课程，就是主要就是把乔治亚理工学院训练出来的工程师变成一个决策者，他们会知道他们研发出来的科技可能会对于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东西如果在他们想象之内，他们就能够制定方法去管理这些潜在的风险。现在已经很明确，就是说，美中竞争是现在整个国际环境的大背景，所以当然，研究中国就变成一个最大的显学，算是显学吧。应该是说，美国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在了解中国，因为你了解中国，才能知道怎么样影响中国。如果你要走比较和平的方法，那如果走不和平的方法，你还是得要了解你的敌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对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美国现在重点在于要了解中国。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对于抗中跟保台，台湾人会觉得这是一体的事情，一起的，因为你抗中是为了保台。那是不是在美国人的心中，这两个议题其实并不必然的有相关性或高度连接？对，就是说，在美国国内，我们是不是可以区分，就是政府啊、两党啊、人民啊，是不是有不同的方法来看这个台海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这么讲，因为美国行政部门它必须要负责执行政策，对不对？所以它要考量方方面面美国的国家利益。那这个利益当然包括跟中国竞争，可是也包括跟中国合作。最起码你要避免你不想要的冲突跟紧张，更不要说战争。那所以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美国跟台湾发展政治关系就会牵扯到中国的各种红线，因为中国把台湾当作它的核心利益嘛，反正跟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任何的讨论第一件事情
先把台湾红线画清楚。就是因为这样子，台湾跟美国的政治关系的发展，行政部门之间，你就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美台关系是在美中关系的架构之下。副产品。对，因为就是说很简单，因为中国把台湾当作它最重要的议题，然后美国它必须要竞合，对不对？周全的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能够一味的只走竞争的路线。那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取舍。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行政部门在发展美台关系部分比较保守，给人家感觉就是美台关系就是附属在美中关系下面。那可是如果是两党的话，你要说两党基本上他们的立场，你看到的就是两党的国会议员对台湾的立场。那因为国会议员他不用负责政策执行，就是你没有这个政策执行的包袱，你可以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根据你的选区的利益、你的选民的立场跟你的价值观来决定你要怎么样推动美国跟台湾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明显，譬如说选区的利益，就是为什么之前台湾一直想要跟美国签自由贸易协定这么的辛苦，因为这种东西不是纯粹只是台湾是我们的好朋友就这样子而已。他们美国国会议员当然就要考虑到他们的选民。我们知道国会通过很多决议案，要行政部门帮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入股，比如说 WHO， 通过决议文要求这个，跟你真正的实际要去做外交折冲，把台湾带进去国际组织是两回事。说的比较容易，所以你就会发现国会议员他们可以在发展推动美台关系方面走得比行政部门更前面，因为他们不需要负责执行。那所以你就会觉得美中关系跟美台关系，就是说不一定是美台关系真的是附属在美中关系下面，就是看你跟谁联系的感受就不一样。就是说换位置换脑袋，也是这样，因为你在行政部门，你负责是整个国家利益，你全部都要考量。可是你如果是国议员，你只有你的选区利益，再加上你个人的价值观。那台湾跟美国分享共同的价值，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会得到很多的支持。可他们也有其他的考量，那这些考量不见得就是他们需要考量美国国家利益的方方面面，所以就是说这种联动就比较淡。那讲到美国人民的话，我会说这个联系就更淡了，因为你问美国人民，他们可能知道台湾，然后是一个国家，然后可能也知道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对台湾的印象，我觉得主要就来自于他们跟台湾的互动，包括他们跟台湾朋友的互动。他们喝了珍珠奶茶，真的珍珠奶茶有夯吗？在这里超夯的哦！我们那个我女儿之前学校办那个国际周，我们也去设了一个台湾的摊位，然后就放珍珠奶茶的贴纸哦，热销。对啊，台湾就是怎么讲，是真的把台湾放在美国人的地图上的，就是珍珠奶茶。对啊，就是他们，或者是说，如果他们去过台湾，他们通常对台湾有非常好的印象。安全。这个就是，所以就是说跟美中关系，在美国人民心中这是不相关的，就是台湾就是台湾，懂吗？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想到美国人民在台海议题立场，我们最重要的就关心美国人民会不会支持美国出兵，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话。那我们当然最担心的就是因为美国人怕美国军人阵亡嘛，我们担心他们就是不会支持行政部门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可是这个部分呢，研究其实是发现美国人民对于战争的伤亡的承受度其实是来自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他们是不是觉得他们的总统在做正确的决定，做对的事情。那所以因为台湾跟美国分享民主跟自由的价值，你就变成让美国行政部门尤其是总统比较容易去说服美国人民，就是说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对的事情，因为符合我们的价值，所以这是一个 plus。 可是其实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人民是不是觉得他们会赢。他们如果觉得他们会赢，他们能够承受战争的伤亡跟财务的支出。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另外一个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就是说与其去关心说美国人民到底会不会支持
还不如你想想什么方法可以降低美国介入的成本，让美国人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会赢。所以就是连接到只是所谓的自助人助天助嘛，就是说如果台湾有相当的防卫能力，让美国政府很容易说服美国人，就是说这种介入赢面很大，那你就可以预期你希望的事情比较容易发生。我当然知道，现在讨论就是说美国介入，然后跟2个核子大国美中来打一战，这是很 crazy 的事情。不过只是因为台湾人非常的重视这种民意调查，问美国人说你到底支不支持出兵台湾，所以我只是提供一个就是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看这个，就是说其实就是这2个因素。OK， 不过如果这样讲，那是不是我可以推论，他们觉得假设他们美国真的介入俄乌战争，赢面不大，所以现在没有介入？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是因为乌克兰说实话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比较远，就是台湾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尤其现在如果中国变成美国主要竞争者的话，那比乌克兰是高出太多。当然晶片是一个，这个东西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因为如果台积电掌握60%的晶片，90%的先进晶片，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美中现在的竞争目前最核心的部分是科技的竞争，那你没有先进晶片你就不用竞争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明显的让台湾对美国重要性比乌克兰高出无数。可是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方法来了解，就是说台湾跟乌克兰为什么不一样。美中的竞争基本上我觉得有3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对外政策跟利益的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缘政治。因为中国在东亚，那任何一个大国就是希望把它周遭的区域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基本上就是说其他的大国不可以有任何的安全存在，军队啊能够很轻易的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这历史上已经很多例子，就是说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它第一个就是先把周遭的国家，要不就是变成附庸，要不然就是化成一个荒废的地方，就是不可以有人靠近。这个给他们一个反应的缓冲的时间跟空间。那如果你是一个大国，你就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在自己的周遭建立这种安全环境，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大国。就中国来讲，当然他就是希望能够把美军的军队安全势力最起码赶出第一岛链之外，那就是所谓它的安全环境，就是它的势力范围。那台湾是在第一岛链的中心嘛，那所以从中国角度来看，这样子反面来讲，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有效的牵制中国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在最起码第一岛链要有军事存在，这样子你才可以有效的，就是说牵制中国嘛。你对中国的军力投射才是有效的，因为想想看，你如果要运1万人从美国到东亚，要跨越整个太平洋，那你要有多少船啊？可是如果假设你如果可以在譬如说越南，为什么越战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当美国涉入越战的时候，中国跟美国敌对情况这么的高，那是因为美国军队就在越南，他们走过去就侵略中国了，懂吗？所以就是说距离跟你是不是被大面积的水域隔绝，这都影响到你可以投射多少有效的军力来牵制你的敌人。这个地理环境跟这个军力的因为距离而递减的事实，就造成了地缘政治的现况。中国要把美国赶出第一岛链，美国必须要保持它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那台湾就在第一岛链的中心，这就决定了台湾在美中竞争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跟第一个相关的，美国要在第一岛链或东亚有军事存在，你必须要有盟国嘛，因为你才能够有一个地方放你的军队，不然难道他们都漂流在海上吗？对啊，那所以就是说，那盟国为什么要跟你签盟约？
允许你的各种要求，因为你提供安全承诺嘛。那他们愿意继续跟你维持盟约，那就是你的安全承诺要可信。那现在在东亚，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虽然不是白纸黑字的，可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国日本、南韩、菲律宾都把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视为美国对他们安全承诺的风向球。因为很简单嘛，中国如果控制了台湾，也就控制了台湾海峡。对。那日本跟韩国他们有多少的外贸跟能源必须要透过这些航道才能够输入到他们的国家？中国如果控制了这个航道，那你还跟美国要安全承诺吗？你变成要跟中国要安全承诺啊，那中国让你就是说顺利的通过这些地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中国控制了台湾，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安全架构在东亚就会崩解，那美国的势力就会退出东亚。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美国的安全架构的存在，台湾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早就提到了价值，美中竞争也是一个价值的竞争。民主跟共产。对，美国就是自由跟民主体制，然后中国当然是一个专制体制。所以如果美国让民主台湾被专制的中国入侵跟占领，你可以想象美国所支持希望能够传播的自由民主体制或者所谓的自由世界会在全球性大幅的衰退。那通常就是说这个世界就变得对于威权国家比较安全，因为大部分国家变威权国家。那相对的对于自由民主国家，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比较危险。那所以因为这样子台湾在美国跟中国的价值竞争上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所以就是从这三方面来讲，台湾跟乌克兰相比，对美国的重要性都远超过乌克兰。对，你刚刚提到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来讲会比较危险，但如果我们以体感来说，现在2场战争在打，然后其中一场在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它是当然第一开始以10月7号来说，它先是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出来了，但现在局势完全反过来了。而在自由民主的这一块，这个阵营，大家对于以色列现在的做法也是觉得该怎么办呢？我还要继续支持你嘛。然后最近在欧洲，我觉得我自己的体感是欧洲也慢慢在示威对于他们完全没办法挡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等等的。体感好像西方世界真的有越来越弱，就对于威吓包含到俄罗斯加北韩加中国，甚至偶尔还加上伊朗，你怎么看？你也跟我一样悲观吗？还是你觉得其实不必要那么悲观？我们说这种权力的对比是零和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否认，就是像中国啊、印度啊，所谓金砖国家，当他们的整体国家实力上升的时候，相对于西方，当然就是西方就是国力就下降。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在进行。那至于到底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会最终胜出，这个东西还在未定之天。你的信心来源是什么？你对于西方的信心？我觉得对西方的信心最重要的可能其实是来自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导人，他的体制所带来的活力，我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对比，它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从中国最近的发展来看，我们知道就是说威权体制内部的矛盾性是很明显存在的。它一方面为了要发展它的经济，以此来贡献它的国力，它必须要让人民富起来赚钱。对，可是富起来的人他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有钱的人就想要有权，对，有吗？有钱的人他就想要保护他现有的东西，他就会想要要求一些权利。那这就跟威权体制的内部逻辑就发生抵触。那你就产生了一个抉择：你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控制，
还是你要释放火力给这些人？那威权体制通常都选择加强控制。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嘛，他们就开始打压一些在中国被称为可能是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一些产业。然后那结果就是政府强化了控制，人民觉得就是说没有什么标准可以遵循，就是任何时候政府都可以剥夺你的各种权利，人身自由或者财务自由，那就变成说人民就会对这整个政治体系的信心大幅的下降。如果他们不可以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自由，那他们为什么要去费尽心力去做创新啊，或者是去改善自己的生活？那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整个经济的活力，因为对于政治体制的信心的丧失，现在就是消沉很多。那外界在看，都不是中国到底要推出多少的救市措施，而是中国要怎么样挽回私人企业、民间对于政府的信心。那可是我们在美国就是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美国的制度当然有它的缺点，它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制度，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弱势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那可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如果投入心力，然后有了创新，你可以得到大部分的那种所谓的好处，而且政府没办法随便把你剥夺，你的所有权利都是法律有保障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发现美国现在经济感觉上这么有活力，相对于中国，那就是因为它的体制就是让人有不断创新的动力，有诱因。对 ，OK， 你之前曾经在相关的分析里面提到说，你觉得美国接下来应该要战略一致，就我们讲美国是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你觉得现在两边都有嘛，偶尔模糊，偶尔清晰。那你强调重点是要战略一致，那你怎么看待现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他们真的能达到所谓的战略一致或战略清晰吗？然后你觉得灵魂拷问就你觉得两党候选人当选对台美关系或是对于台湾的安全会不会有重大的影响？我那时候提到就是说战略一致，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美国对于对台政策的大辩论就是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还在讨论这一题就对了。始终还是 even 现在你看两个候选人提到的东西好像也不脱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因为贺锦丽就是维持战略模糊嘛，对，然后川普就说如果中国打台湾他就打北京，或者是200%，就是他就是比较，你可以说他就是比较战略清晰嘛。可是我觉得这个辩论就是画错重点了，因为这两个辩论、这两个策略都是针对一个情境，就是中国直接武力犯台。对。可是，在武力犯台之外，中国有好多的，因为中国现在国力上升如此多，它有太多的方法可以改变台海的现状，所以我们已经，譬如说，它可以用所谓灰色地带行动，不断的扩大它在台湾周边的管辖权，相对就是台湾的管辖权就缩小了。那我们已经尝到滋味，在金门你就看到它透过海警，对，它可以主张它的管辖权，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是很难去应对的。就是我那时候你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即便再怎么战略清晰，我们阻挡了实际的军力的呈现没有错，但我们战略清晰也挡不住灰色侵扰。对，因为战略清晰它完全没有提到怎么样处理就是灰色地带的侵扰，那战略模糊也完全没有啊。所以你就是发现他们在就是这两个辩论完全没有让台湾民众看着他们自己的现状被逐步的改变，然后因此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有更大的信心，或者是找到什么应对的方法。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辩论就是完全画错重点。然后所以我才觉得战略一致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然后美国跟美国盟友的决策者应该理解到，在直接的军事入侵之外，中国改变台湾现状的能力跟行为是
跨领域的，所以你必须在各个领域都有嚇阻策略，这就是所谓的战略一致。我们已经提到灰色地带，它可以用海警来缩限台湾的管辖权，它可以用海警加上民兵、海上民兵去骚扰外国的商船要进到台湾港口，这就会增加很多就是外国航商的成本，那这就会导致对台湾的经济生命线带来威胁。可是他没有入侵你啊，那你要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我不知道。可是台湾的现状就是被逐步的改变，而且不是只有军事行动啊，它可以透过经济的胁迫，然后它可以透过法律战，试图让在全世界建立起一个认知，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海议题是中国的内政，好吗？这都是改变的现状。那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完全没有在处理这些事情，可是这一步一步其实都在建立中国可以突袭台湾，或者是不战，让台湾不战而降的情况。那就是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没有帮助我们。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需要战略一致，认知到就是说这是跨领域的胁迫。那你就是在跨领域都会有一个叫做嚇阻，对，就是说你必须要，美国跟盟友必须在跨领域都有嚇阻的策略。那我说，除了战略一致之外，你还必须要战术清晰。战术清晰就是你必须要有行动，在军事方面，透过你的资源的配置就是预算嘛，透过你的训练，透过你的部署，你展现出你从低强度到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你都有应对的能力。因为嚇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第一个要有能力。你跟人家说，你如果不乖我要打你，你最起码要有能力打他嘛，对不对？那所以这就是嚇阻，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能力。所谓战术清晰，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行动来让中国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准备用这个能力。所以就是军事方面各个强度的准备，然后经济方面我们发现就是其实1对1你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其实是你很难对抗。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菲律宾、台湾、澳洲，对不对？如果你认知到在经济上面你必须也要有对中国的嚇阻，那在战术上面你就是要想办法组成一个同盟，就是说协同对中国经济胁迫的反制，譬如说共同购买，如果中国不买，大家组合起来一起买，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胁迫你要反制的话，台湾反制中国，跟台湾加美国加澳洲加菲律宾、南韩、日本一起反制中国，这个威力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之前川普时代国家安全会议的副顾问伯明对他提到的所谓的 economic NATO。对，所以我是蛮赞成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认知到在经济领域你也面对中国的胁迫，那1对1你是打不过的，那你就必须要采取，你不可能等到事情发生你才来开始协调这些东西，你平常就要先有这些协调，这样才有嚇阻嘛。嚇阻就是避免他采取这个行动，等到行动都已经采取了，伤害都造成了，你才要来做后续，就是成本就比较高。所以军事、经济还有财政上面，譬如说，其实这次在乌俄战争，我们就看到基本上美国跟盟国他们就是已经能够协调。然后对于在金融上面给俄罗斯空前的制裁，包括把俄罗斯踢出美元体系，类似这样子的协调针对中国的是不是有在进行？所谓的战术一致，就是说你认知到在这些领域你都需要合作。那战术清晰就是说你平常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配置资源，进行协调，而且大声嚷嚷，要或许也要大声嚷嚷，就是因为你做这些事情不让他知道，你怎么嚇阻？你就是要让他知道，所以你才可以避免中国采取你不想要看到的行动。然后刚刚讲到2个总统候选人，对，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主要从战略清晰、战略模糊来看。其实我觉得我会用不同的方法来看2个候选人谁当选对于台美关系、美中台三角的影响。我会回到我一开始之前讲的美中关系
竞争的3个面向：地缘政治的现实，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核心中心；第2个是美国同盟的可信度；第3个是价值。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大部分人都预期就是会败归贺随。前4年看到什么？这4年还是地缘政治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可是他会像拜登一样重视维持美国的东亚同盟，所以他就必须要重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因为我们已经说那个安全承诺是东亚安全承诺的风向球，而他们也强调价值，所以你就会预期就是说，就像你说的，过去4年看到什么，大概就是类似的方法跟中国竞争，维持跟台湾的关系。那川普如果回任，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地缘政治的事实没有改变，台湾还是在第一岛链的中心。可是川普你知道，他不重视同盟，他看同盟关系是以交易式的，就变成说台湾作为同盟安全承诺风向球的功能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个。第2个就是说，川普也不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那所以台湾在价值上面的重要性也不见了。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变成说，完全就在于美中的地缘竞争，完全就会变成看川普总统他想要怎么样管理这个地缘竞争。简单来讲就是说，他是比较不受制度跟传统拘束的人，他会比较以他个人的喜好跟判断。你看他怎么处理北韩关系你就知道了，他可以一开始极限施压，说我有的原子弹核子弹比你还大颗，可是没多久转身变成跟金正恩峰会，把南韩跟日本晾在一边。所以他可以根据个人的想法跳脱这些架构的拘束。那所以对台湾来讲，如果是贺锦丽当选，你就可以预期它就是一个变异数比较小，不会大好不会大坏，风险比较低的情况。如果是川普总统的话，它就是一个变异数比较大，可以大好也可以大坏的情况。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就是说如果就演化论的观点来看的话，你想想看，你处在一个你的生存可能面临威胁的环境，跟你处在一个对你没有什么生存威胁的环境，你会做不一样的事情，你会做不同的决策。当你觉得你可能活不了明天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要避免太坏的事情发生，你最起码找到一点东西吃，不要吃到有毒的东西，选一条路最好不要遇到什么毒蛇猛兽，对，不要遇到毒蛇猛兽，你就是先保平安最重要。在面对就是说对你的生存有威胁的环境，你希望就是说风险不要太大，这样子你生存的可能性提高。现在台湾你可以说中国对于台湾的企图野心是明谋，不是阴谋，那所以你可以说台湾是处在一个生存受到威胁的环境。那如果就演化论，如果你相信演化论的话，你就是希望就是说你不求大好，你就是要避免大坏，就是选一个风险比较小的选项。那所以如果是川普总统回任的话，就是台湾未来4年可能就是会比较心惊胆战吧，面临一个比较高风险的环境。我刚刚听到演化论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我还以为你会说川普是选择，因为我印象中的演化论有些时候会活下来的是他变异了，他熬过了某一些自然环境，然后变异，所以他存活下来。然后这其实也是现在有些台湾人吧，他们比较支持川普的，他们会觉得以现况来说就是个僵局，然后川普是那个可以打破现状、大破大立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我相信，因为我其实在来之前我也有问了路上街访的几个美国人，他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 strong man、strong leader。那这个人他难以掌握、难以捉摸没有关系，但他有那个 power。所以大家对川普现在的期待是这个路线，就是你怎么看待那个所谓的大破大立，比较能够打破僵局而让台湾存活的这个说法？这个我觉得我赞成，在我就是说我那个书的那个那篇讨论
美中关系的演变里面，我就提到，其实从1972年尼克森访华之后，整个美中的关系的架构就是交往。然后，即便2010年初，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变得所谓比较独断，比较愿意施展一些胁迫的手段来达成他的目的。行政部门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必须思考的非常周全，懂吗？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个反省跟辩论，可是并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说交往行不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策略。这个新的策略就是川普当选2018年年底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来，就是很明确的把中国定义为竞争者。是真的就是完全的翻转了美国对中国的想象，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跟战略，这就是你说的大破跟大立嘛。那台湾在这里面就是等于说受惠于川普总统，他不受传统跟体制约束。在川普的国务卿庞贝欧之前，因为美中的交往，所以美国就自己限制了很多跟台湾的政治关系，譬如说我们的外交部长不可以去华府，我们的官员跟他们的官员要碰面，不可以到国务院，不可以到白宫，旁边找个咖啡店巧遇。对，就是说完全要表面上要看成就是说这是民间的交往，不是政府跟政府间的交往。那就是川普总统跟他下面的官员就是不甩这一套，那所以就大破大立。在那时候台湾是得利的，所以我赞成，就是说的确像川普总统这样子的人有可能带来非常大的转变。可是回到演化论，这就是一个风险很大，变异很大。我刚刚为什么用北韩为例子？你可以看他同样对于北韩金正恩，他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做法。所以你不可以一昧的想川普总统永远就是高强度压力的方式来处理美中的关系。那如果他转向，那你要怎么办？的确是。所以就是我没有说川普总统比较好，或者是贺锦丽总统比较好，我只有说这两个总统上任了，台湾可以预期什么？一个是大破大立，大好大坏，高风险，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现在，那你就觉得怎么样？你比较可能存活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当然，我们不能够干涉美国内政，等于是只是一个接受者，我只是提供一个方法来想象。因为我现在听到坊间大部分讲法就是觉得不会有什么改变。你说听到谁坊间哪边美国的还是台湾声音？就是美中各方美中台各方面都是觉得不会有太大改变，只是川普会给中国比较大的压力，就是再加大。对，就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未必是只有压力，因为纯粹就是从他的行事风格，而从他的一些实力。Again， 为什么我要举北韩的例子？就是说，它可以有非常大的转变。那你不可以很一昧的，就是觉得这个转变就是往你想要的方向走。然后讲到这个灰色地带，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人提过，可是我觉得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所谓危险边缘战略，其实就是灰色地带。因为很简单，所谓危险边缘战略就是说，你跟我们两个是敌人。我们假设我们两个是在比较谁是全世界最懦弱的人 ，Chicken Game 吗？对，我们两个绑在一起，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看谁能够最靠近悬崖，然后不先就是说退缩。那我们当然我们都不想要摔到悬崖里面去，因为这样我会死啊，对不对？因为我宁愿能当活的懦夫，也不要当死的英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危险边缘嘛，基本上就是说，你看看谁能够比较靠近战争边缘，然后把对方逼退，对，然后让对方先退。那这基本上就是灰色地带，就是这样子，就是他透过这些每一个行动都是提高了一点点战争的风险，靠近一点点悬崖，看看你的对手敢不敢，跟你跟进一步。那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基本上在东亚就是灰色地带所向无敌？因为东亚国家1对1，没有人敢跟中国开战。对，所以其实中国
在这个 game 里面，这不是一个对称的 game。中国知道悬崖在哪里，其他人看不到，你不知道悬崖在哪里。哦，天哪，真的耶！所以就是说，没有美国的介入，中国其实没有面对任何实际战争的风险。它可以靠的悬崖再近都没关系，因为只要他不开战，没有人敢跟他开战。所以你就发现每个人的空间就是被他这样的蚕食了。那他每一步其实都是有计算的，他就是算准了，你不敢跟他进一步的提高风险，你提高风险，他会再提高风险，大家都会更靠近战争。可是他知道他不开战，你不敢跟他开战，对，所以他可以不断的 push 你。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越南，所以越南是唯一在南海嚇阻过中国，让中国撤退。因为什么？他就是跟他玩这个游戏啦，就是说中国的船过去，他也派他的船去撞中国的船，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危险边缘。那最大的危险边缘战略，每一步你就是要计算你的风险跟值不值得承担这个风险。那在很多情况下，菲律宾啊、日本啊、台湾都面临这个问题，然后还没解法。目前菲律宾的解法有创意，但是就是挡不住嘛。你就发现现在为什么菲律宾现在比较有办法？因为美国介入。真的我听过。因为美国介入了，中国才面对真正的可能战争风险，这个 game 才真的是一个对称的危险边缘战略。所以说美国帮菲律宾开眼，就是你看看他最近，他前一阵子菲律宾能够成功运补在仁爱礁的那艘军舰，在上面飞的是美国的 P8 的巡逻就是侦察机嘛。很明显的就是这样子，你要玩这个游戏，第一个你要敢玩，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能够承担那个风险，计算风险，然后敢把你的对手也推到他真的觉得是悬崖，才有办法。所以这就是我怎么样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就是说灰色地带。为什么我觉得所谓战略模糊、战略清晰，完全都画错重点。算最后一题好了，就是我去年去 IPAC 访问。然后我在路边问个路人，知道台湾？他说：“哦，我知道台湾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那个我们的佩洛西议员有去，就似乎佩洛西访台，他不止拉近了台美关系，他甚至是让美国人对于台湾的印象是很明显的提升的。那这一个做法，它带来我觉得有利有弊。弊就是中国就立刻丢了几颗飞弹在我们周遭，可是利好像也有。所以你觉得？”佩洛西访台，它的意义以及它接下来台美之间的互动，真的要持续走这个方向吗？所以我看佩洛西议长访台，它的重要性是在于强化台湾的国际人格。人格？对，国际人格。所以在国际法上，一个国家的要素就是土地、政府、人民跟国际交往能力。那台湾在前3项毋庸置疑，我们都有。可是国际交往能力是比较，应该是说被质疑吗？或者是说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操作的方法，就是完全针对消除台湾的国际交往能力。懂吗？所以就是说，跟中国建交的人必须要跟台湾断交。他不准所有的人跟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协定，这就是代表台湾有国际交往能力，政府跟政府间的国际交往能力。像譬如说，最近他要求南非把台湾的代表处从首都迁到约翰尼斯堡，因为那是一个经济城市，而不是政治城市。就是你就可以发现。他就是要在国际上建立一个认知，就是说台湾没有国际交往能力，台湾的政府没有跟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交往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是属于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在国际法上面，很多的权利跟保护只属于国家。所以就是说，譬如说，你所谓的侵略是指你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对不对？那国际社会对于侵略这种行为，应该要有共同反应的权利跟义务，这也是针对国家。当台湾
不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甚至被认为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台海议题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议题，内政问题。那所以其他国家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涉入。那结果就是中国要怎么处理台湾议题，它就是随它决定了，因为这是国内议题，所以你可以看香港跟新疆，对不对？当就是说中国在香港推国安法造成抗议，或者在新疆进行集中营，对，虽然美国跟盟国发表一些声明，可是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可以采取，因为这些地方被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只是中国的内政。那国际法上基本上你就是不可以干涉他国的内政，你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行为耶。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中国可以为什么他不断的在主张一个中国原则，然后进行各种打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基本上就是在泯灭就是台湾的国际人格，让国际上越多国家越好承认，就是说台海议题是中国的内政，那这就是让他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胁迫，包括军事入侵的成本极大的降低。因为一旦这被考虑成中国的内政，假设美国想要领导任何的反制行动，其他国家会不会参与，这个意愿就会降低很多，因为你不希望就是说被视为是干涉他国的内政。懂。然后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俄罗斯面对西方最大规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制裁，它只要靠几个中立国，中国、印度、土耳其，它就可以规避这些制裁，然后持续它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那同样事情可以发生在中国，它只要鼓励越多的国家不跟美国站在一起，能够规避美国或者美国盟国的制裁的空间就相当大。那相对来讲就是说，他要对台湾采取任何强制行动的成本就相对低。那所以就是说，他对台湾采取一些胁迫行动的可能性就变高。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裴洛西议长访台对台湾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提高了台湾的国际人格，强化了台湾的国际人格。他为什么他访台造成中国这么大反应？因为他是所谓在美国位列第3个的，就是说对备位顺序，对备位顺序第3个，那就是这就是有一点政府跟政府之间政治关系的色彩。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反应会那么强烈，因为他把其他国家企而效尤，那他之前辛苦建立这些一国中国原则，不就是全部都白费了吗？那所以就是说，就这个来讲，裴洛西议长访台是重要的。可是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来想，你要达成这个目的，就是提高台湾的国际人格，有很多其他的做法。那其他的做法就会有不同的成本跟风险。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不仅是美国议员，很多欧洲就是美国盟国的议员，他们更加频繁的访问台湾。我们也看到很多美国盟国的部长现在比较愿意跟台湾政府互动，公开的互动。我们也看到美国跟盟国像 G7 啊，或者是美韩啊、美日啊这种双边会议之后，他们的共同声明会讲到台湾，会提到台湾海峡是攸关国际安全跟稳定。这都是同样的脉络。我觉得裴洛西议长访台跟中国的反制，其实提醒了国际社会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跟牵扯到的成本。所以这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如果任由中国所强化的这种一个中国原则继续进行的话，这会变成一个中国的国内议题，然后会降低中国的行动成本，那就变成你面对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风险上升，这是大家不想要看到的。可是他们通常当然也看到裴洛西议长访台，中国反制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他们采取的其他方式还是能够彰显台湾的国际人格，可是稍微风险比较低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裴洛西议长访台的确是重要的，他提醒了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那也提醒了其实有其他的方法，这个是一个方向，大家就是说想要帮助台湾的人必须要前进的，也可以考虑很多其他不同的方法。
包括现在台湾跟美国盟国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反制中国对联合国2758决议案，同样的，这就是跟台湾的国际人格相关。了解，的确，台湾国际人格2758，我们之前看到荷兰也议会也通过相关决议，然后我感觉出来，外交部现在正在推动这一个各个宣达团这样。然后您刚刚提到就是不同的方法，因为我印象中布林肯也多次提到台海议题是国际议题，对，所以这就是一种方法，就是打破了中国想要建立的国际上的共识或者认知，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议题是中国的内政议题。可是呢，你并没有给中国一个足够的借口，来行动，就是采取行动，更加缩限台湾的国际空间。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这样子看裴洛西议长访台对台湾的影响。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做一些工具包给各国的盟友，就是说，那你可以有这几招你可以用啊，风险指数你自己挑一个，是不是？对啊，或者是基本的说题，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强化台湾的国际人格是那么重要？因为你基本上就是提高了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成本，这就是嚇阻的第一要件，成本高，你才有办法嚇阻他采取行动。对啊，好，谢谢非常教授跟我们的聊天，我收获非常多，然后我相信听众或观众应该也会可以有很多新的想法，然后跟知道，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是比较有效的。提高国际人格，然后跟加强你说的那3件事情，包含到地缘政治的强化、价值观的推广，然后还有一个很直观的答案，就是我们要让美国人觉得他们会赢，这感觉好像我们做得到。对啊，因为这个东西等于是说一石二鸟嘛，你本来强化自己的防卫，这是你应该要做的。对，那同时你也强化了你的盟友觉得帮助你会成功的信心，这就是自助人助天助。好，今天非常谢谢教授，谢谢。好 ，OK， 我们去吃饭喽。对，我们要去吃饭了，耶！拜拜，大家拜拜。拜拜。为什么要不像你每天就是这样子，已经那么有经验了，我就跟学生互动，而且你知道吗？我控制学生的生死。好意思吗？我刚刚那段都录下来了，记得剪掉。不要嘞，最好最起码不可以翻成英文。对啊，我们今天会中文啊，所以完全不用担心。